人权问题在西方人的眼里呢，是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旦中国在联合国拿出这样的议案，西方国家有什么脸面来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我们还不如就在国际舞台上重视这样的反击机会。印度特种部队屠杀平民，而西方却保持沉默。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反击机会。前段时间，印度的一支安全部队在与缅甸接壤的曼尼普尔邦被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伏击，7人死亡。此次伏击事件是今年以来印度安全部队遭遇的最血腥的一次袭击事件。整个事件呢，震惊了印度。正是这场伏击，让我们认识到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莫迪政府的统治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领土，而且印度国内甚至还有多支反政府武装。为了消灭这些地方抵抗势力，印度政府在国内呢不断用兵，而印军在12月6日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让我们认识到了印度军队对印度老百姓的残忍。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在纳加兰邦的盟区，驻守在当地的一支特种部队错误地向一辆载着煤矿工人的皮卡车开火，当场造成车上6人死亡。而印度军队给出的解释是，当地的叛乱武装在事发地试图对军队发起攻击，而军方呢已经派兵潜伏了1周，结果发生了误杀事件。对这次屠杀事件，印度军队呢事后推诿，本质上还是对当地民众生命的漠视。事发当天，当地村民对军队的开枪和兄弟死亡感到震惊。当地村落组织声称，有11名村民受伤，还有2人失踪，而且这2名失踪的人可能已经死亡。这个事件算下来，印度政府所属的安全部队由于行动失误，共造成15名平民死亡。要知道，这些普通老百姓并非恐怖分子，也不是反政府武装分子，就这么平白无故的遭到了印度政府的屠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的敌对国家，那么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国家肯定会跟着美国之后，对该事件进行指责，并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制裁。然而，对于在印度发生的这起屠杀事件，西方媒体却保持沉默。那些自称人权卫士的西方议员也消失了，不是因为印度普通老百姓的命贱，而是这样的事情根本无法吸引西方国家的眼球。说白了，还是双标。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是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污蔑最多的国家。当然，中国现在也在联合国开始了反击，正在戳穿西方国家人权的真面目。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犯下的滔天罪行，美军在叙利亚干下的屠杀平民的事件都被西方无视了，而新疆人民种棉花致富就是违反了人权，甚至能发起制裁，真的是令人极度气愤。中国反击西方的人权指责不一定呢只有反驳这一种，我们应该利用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的大舞台，把美国、印度政府对底层民众所犯下的罪行拿出来进行谴责，逼着西方亮明态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幸福指数是越来越高，而印度国内各地的反政府武装抵抗活动持续不断，甚至呢还有导致大量平民死伤的事件。印度原本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而中国完全有必要打好印度和美国人权这张牌。人权问题在西方人的眼里呢，是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旦中国在联合国拿出这样的议案，西方国家有什么脸面来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其苦口婆心的解释，我们还不如就在国际舞台上重视这样的反击机会，而且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好人权反击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